盛宁远，我与舅父倾力相守，助你坐上大将军之位，手握10万兵权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林峰通敌叛国，我奉皇命斩杀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这书写方式，分明是你的习惯，是你仿照我舅父。起上！劝你不要太聪明，过会已遮。从始至终，你做小伏地就是为了。夫君。姐姐，过了今夜，夫君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你们暗中勾结，害我舅父。姐姐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舅父的亲笔书信，可是你亲手交给夫君的。你们林氏一门的灭族，你可是功不可没呀！我杀了你们！罪你情伤，不敬父母，不守妇德，善极善妒，无言嗣之能。今休之！你敢动手？盛宁远，我警告过你，若伤他半分，我会将你碎尸万段。谢妍斐，你怎么样？谢妍斐，你怎么样？谢妍斐，我早知道你会出现，可惜情商蠢笨如猪，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，报错了恩。谢妍斐，那日护城河中救我的人是你。秦商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。谢妍斐，谢妍斐！盛宁远，秦岚，我秦商以命起誓，就算我变成孤魂野鬼，生生世世，我也与你们不死不休。谢妍斐，谢妍斐，若有来世，我定不会再认错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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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出嫁前的院子，怎么会？难道上天垂怜，让我再重活一世？好啊你个小贱蹄子，还敢躲！按住他！你个小贱人，竟敢踹我！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！重来一世，我定要亲手讨回公道。你！手指头不想要，我就可以成全你。夫人说了，小侯爷和二小姐情投意合，夫人和侯夫人也已经说定亲事，你为正室，二小姐退为平妻，你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秦岚不要脸，自甘下贱关我何事？再说我母亲已经去世了，这国公府中哪还有什么夫人？哼，我说的夫人，自然是我家主子。哦，原来你说的是周姨娘呀，我倒不知道，父亲何时把她扶正，成为当家主母了？这，国公爷虽然没明说，谁给你的胆子改的口？你一个贱奴，竟敢对主子不敬！大小姐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还不快走！周氏、秦岚、盛家，这一次我会把受过的所有屈辱全部还回去。山茶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到底是谁打的？是孙妈妈。
到底是乡下回来的，没规矩。秦商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怎么打你的，你就给我双倍打回去。你敢？本大小姐只教你一次，你看好了。你住手！手要伸直，打的时候要快准狠，这样自己的手才不会疼。看明白了吗？秦商，你竟敢打孙妈妈，她可是我的陪嫁嬷嬷。妾室为奴，妾室的陪嫁自然连奴都算不上。我打他还要挑黄道吉日吗？出言粗鄙，嚣张跋扈。秦商，像你这种人，我武安侯府并不会容你。自古后母难当，小侯爷可别为了这些小事跟商儿起了嫌隙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是记恨当年被放逐乡下的事，可那是因为你命中带煞，这是父亲做的决定，跟我母亲可没有关系啊。不敬长辈。秦商，你的心好狠毒啊！我竟不知侯府还有这般规矩，妾室也能够被称为长辈。你身为我的未婚夫，与七妹苟且，盛宁远、秦岚，你们二人当真令人恶心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跟宁远哥哥那可是两情相悦、情投意合的。还未婚就先失了身子，你们真是男娼女盗，不要脸！兰儿是你妹妹，你怎可如此说她？主子说话哪有妾室多嘴的份儿？我看秦岚行为这么放荡，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吧。感情的事不可以勉强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自请为妾，奉兰儿为主母，我依然可以让你进盛家的大门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盛宁远，你脑子被屎糊了吧？你不会说人话就闭嘴！你堂堂武安侯府，既然要娶一个妾生女为嫡妻，被世人耻笑，可别拉上我。这门亲事是皇上钦定的，明日我便面圣请旨，全了你的心意。你敢！别忘了，在护城河救你的人是我。盛宁远，你骗我在先，辱我在后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真相呢？什么？我一定会把这些事都告诉你父亲，你就等着被赶回乡下吧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。反正这次被赶回去，一定不是我。娘，怎么办呀？我已经有了身孕，这可耽误不得呀。放心，当年我能弄走这个死丫头，现在也一定可以。敢对我不敬，我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周氏睚眦必报，为人狠辣，今日之事必向父亲故弄是非，我要早做准备才好。接下来我们还有场硬仗要打。周氏惯会演戏，上一世引得我与父亲离心，这次事实摆在眼前，父亲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哎，老爷，您别生气了。晋商，敢顶撞长辈，打骂姐妹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长辈，女儿何时顶撞了父亲？老爷，算了，秦商他还是个孩子。就你心善，他对你不敬，你还对他如此袒护。原来周姨娘说的都是真的，父亲果然不疼女儿，所以才把女儿扔在乡下，回到家也受人欺负，就连这饭只能吃下人剩下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府里的一切事宜都是你在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你信我，我没有。父亲不必生气，这饭已经比女儿在乡下好了1000倍，女儿该知足的。这伤又是怎么回事？
轻伤罢了，父亲不必担心。这跟我在乡下照顾我的张婶比起来，孙妈妈的手劲儿轻多了。虽然女儿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但如果父亲要罚，女儿就都听着。再不济，就再把女儿送回乡下，左右也是死不了的。来，快起来！你不是说生儿在乡下一切都好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父亲别生气啊，这一定是那张婆子欺上瞒下，母亲什么都不知情。对呀，老爷，我为秦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呢？哎呀，别哭了，我只是问问，还哭成这个样子。府中事宜繁忙，你母亲她……父亲，何时妾室也能被称作母亲了？这是宫中下诏的新规，还是国公府的新规矩？这一个名分而已。父亲曾经在母亲牌位面前亲口起誓，从此不再续弦。难道这些夫妻情谊也都是假的？当然不会，我和你母亲夫妻之情，这些年从不敢忘，当然不敢骗她。父亲记得就好。别哭了，晦气！再让我发现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这个家你就不必再管了。哼！滚吧，败家犬！大小姐，武安侯夫人邀各家小姐们品茶，姨娘特让我来给您送衣裳，说带您出去见见世面。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周姨娘，我一定会去。小姐，你真要穿这个去？他们这摆明了是想让你去出丑。同样的把戏，周氏，你以为我还会再上当吗？姐姐，你这脸是怎么太丑了吧？什么时候就这人啊？武安侯夫人陈氏为人狠辣，又极爱面子。前世秦岚便是如此算计，让本就看不上我的陈氏对我厌恶，处处刁难。但这次，山茶，明日宴请可有荣亲王妃？回小姐，有荣亲王妃，您打听这个做什么？自然有用。是他。呀，姐姐，这天这么闷热，你戴面纱干嘛？左眉长右眉短，黑眼圈大小脸，你出门前没照镜子吗？没事儿，姐姐帮你。秦莎，你在我脸上抹了什么？周姨娘给我的脂粉呀。秦莎，我要杀了你！小丫头变聪明了，出手利索，不错。发生了何事？小侯爷，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哼。待会儿你再跑一趟，好戏开锣，怎能少了观众呢？是。希望这次能让这丫头看清，盛宁远绝非她的良人。一点小事，闹得所有人都难堪，真是乡野村戚。我好心帮他梳妆，这有何错？那些粗鄙之物，我兰儿岂能用那种东西？粗鄙之物？可这明明是姨娘你给我的呀，难道是姨娘故意给我用不好的东西？秦商，你终究是要嫁进我们侯府，日子且长着。你最好不要把事情做绝，把自己逼上绝路。
所以盛宁远和秦岚二人暗中私通，逼我让妻为妾，难道都是您给出的主意？秦商，休要胡言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小侯爷他被人非礼了！什么？来吧，宝贝儿。鬼啊！宁远哥哥，怎么了？宁远哥哥，我是你的兰儿啊！你怎么了？走开！你看看我啊！你看看我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宁远哥哥！还不快滚！你们就这么忍不了？我为了家族名声，次次忍让，你们却这么欺辱我，我哪里还有脸活下去？谁家不是三妻四妾的？怎么就你闹死闹活的？真晦气！你给我闭嘴！正妻未进门，你便想纳妾，是你们二人不顾礼义廉耻，青天白日苟且偷情，丢尽了祖宗的颜面，还想将错推到我身上。盛宁远，你一再侮辱，这婚事我不要也罢。秦商，你如此擅妒蛮横，当心我一纸休书，我休了你！你，盛宁远，你言行无德，自私狭隘。今日是我休了你。秦商，你身在武安侯府，你可要想清楚你这样做的后果。想清楚，你有没有这个命离得开？侯府能杀得了我一人，难道还能杀尽天下悠悠众口吗？你，各位，今日照顾不周，我会各备薄礼，望各位见谅。但秦大小姐神色状若疯癫，万不能再放出去伤及他人。荣亲王妃到！武安侯夫人这话，本宫可就听不懂了。只是一点小事，王妃莫要被惊扰。小事？你家与秦家的亲事是皇上钦定，小侯爷这么做，可是对皇家不满。不敢，禀王妃，盛宁远与我叔妹勾搭成奸，次次欺辱，此次还以性命相逼。我侯府权势滔天，臣女为求自保，只能休夫，还请王妃成全。你可知休夫会招来何种非议，有何后果？臣女知道，臣女此意已决，一切后果都甘愿承受。王妃，天下女子以夫为纲，休夫一举，此乃大逆不道，天理难容。此女心思歹毒，求王妃万不可答应。哦，休夫便是心思歹毒了？王妃恕罪，臣妇绝无诋毁之意。王妃娘娘冤枉呀！我跟小侯爷一向克己守礼，绝无苟且。是他冤枉我们，都是秦商先是毁了我的脸，然后再弄坏我的衣服，才刻意把小侯爷引到这儿，都是他陷害我们。我也是接到传信才来到这儿的。对，说不定是秦商把小四买通了。传信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信上写的是什么内容？从始至终我就没有出过后院，第一次来侯府，连厢房位置都不知道，如何谋划？就算我真有这份算计，难道你二人的衣服也是我帮着脱，床也是被我推着上的？今日若非王妃娘娘在，臣女恐怕要命丧当场。如此薄情寡义的人家，臣女怎能不休？你既已想好了，今日本宫就替你做一回主，事情原委我也会向皇上如实禀报。我儿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侯府
绝不会让庶女进府为妻，请王妃明鉴。不行，宁远哥哥，我肚子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不能不要我啊，宁远哥哥。娘，娘。臣女有罪，请王妃责罚。哦，那你倒说说，你犯了何罪？今日之事确是臣女有意，但盛宁远与秦岚二人苟且，逼迫欺辱臣女一事却是事实。臣女为求自保，只能赦解。以其人之罪还治其人之身而已，无罪。可臣女害王妃牵连其中，毁坏王妃名声，罪该万死。你倒是大胆，竟还敢说出来。王妃慧眼，怎会看不穿我这点小把戏？不然也不会把臣女单独叫出来。多谢王妃给臣女解释的机会。这点阿斐倒是说错了，你呀，倒是清醒聪明着呢。王妃娘娘。本宫也瞧不上那些阿杂货，今日之事就算了，但下不为例。谢王妃娘娘。姬商，你以为使点小伎俩就可以使我身败名裂了吗？哼，做梦！就算我名声尽毁，你又能好到哪去？那整个京城还有人敢要你？关你屁事！哼，口是心非，我就知道你就是不甘心我与兰儿姐上了床。只要你好好的，我依然可以考虑接纳你。盛宁远，你家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？好好照照你这张肾虚的脸，别最后连秦岚那个蠢货都留不住。你，西世子，滚！你给我等着！哼！谢妍妃，出息！我还以为多有眼光，千挑万选就选了这么个蠢货。谢妍妃，你怎么哭了？小爷我可不会哄人啊。谢妍妃，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给你吃颗糖，可不许哭了。谢谢你，谢妍妃，我不会再让你因我受伤。这一世，我来保护你。这女孩子就是麻烦。不过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今天闹成这个样子，这侯府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还有你那个糊涂爹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总会过去的。小爷我呢，最看不惯的就是仗势欺人。将来你若需要，尽管开口，我绝对答应。谢谢你，但是以后我的事，你还是不要牵扯进来的好。看来你还是惦记着盛宁远那个烂人。他接近你就是为了……不是因为他，只是我不想跟你牵扯太近。算了，小爷我也没那么闲。以后
再也不多管闲事。谢妍斐，只有远离我，才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世子，找人盯着秦家那边，尤其是秦商，有什么事情立刻报我。您不是说不再多管闲事吗？小爷愿意，快走。属下失言。轻点儿！行了，你就不能忍着点儿？在侯府就跟小侯爷……娘，这事儿怎么能怪我呢？我那还不是为了把人给抓住吗？再说了，他要我还能不给吗？你们是一时痛快了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娘，那侯夫人不是你的表姐吗？这左右都是亲人，我到底哪儿比秦商那个贱人差？这什么表姐？这才刚出事儿，人家就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的，已经挑明了，要是秦商不嫁，你也别想进门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我这肚子可等不了。哪怕是先做妾，女儿相信，假以时日，我一定可以。要是我这么好解决，我还坐在这里干着急吗？那该怎么办啊？侯府想要秦商，不过是看中他舅父家的财，那就更不能让秦商进侯府了。这谁知道他舅父什么时候会死啊？我又什么时候能熬得出头？我们只有彻底毁了秦商，彻底断了侯府的念想。世子，给我盯紧他们，这件事情不能出半点差错。若让小丫头因此受伤，你们都给我回去受重罚。是。小姐，我瞧着您越来越有夫人当年的风范了。难得，你还记得母亲的模样。夫人将门虎女，身体康健，没想到最后会是劳累病痛而死。老爷更是糊涂，竟然听信江湖术士的话，认定小姐您命中带煞。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层，母亲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病重而亡？小姐，母亲生前的院子一直空着，也许那里还会留下些线索，我得去试试。我们换衣服，你守在这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好。谢妍斐，就你这点拳脚功夫，出门就得被抓。这把锁是金铁锁铸，轻易砍不断。若贸然打开的话，会很危险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夜里凉，我们进屋说话吧。一个女孩子家，大半夜让一个男人进你房间，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啊？换了旁人，我肯定不让。这不是知道世子爷您高风亮节吗？刚才我们去过的地方，是我母亲之前住过的院子，可惜现在想进去看一看都不行。其实，我刚才不是故意偷听你们说话的。
其实我回京之后也曾来打听过。自从你被秦家送走之后，之前服侍过你母亲的奴仆都被发卖了，忠心的那几个都殉主了。所以，时隔多年，我要查清真相，恐怕难上加难。母亲若是被人害死，与周氏必定有关。如今母亲的遗物也只剩下那些嫁妆，我必须要拿回来。小爷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尽管和我说就是。看看我吧，我很好用的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答应。有动静，走。就是这里，我给你机会了，别把事情办砸了。妈妈放心，我一定会给大小姐一个难忘的夜晚。嘿嘿。我现在不得不麻烦你件事了，这个人哪来的？给我送回哪儿去？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就吹他就可以了，我会马上出现。夫人，你怎么办的事？人怎么跑我这里来了？哎呦，我亲自把人领到秦商的院子里，看着他进了房间的，就是闹鬼了不成？你赶紧把人弄走！来人，老爷我头疼死了，给我煮碗醒酒汤来。你们！哎呀，老爷，就是这个人，他突然闯进来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做。老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爷饶命，是大小姐让我来排解寂寞的，小的是被迫的。说，你来找大小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谁的房间？哦，原来是大小姐让你来的。这个秦商怎能如此恶毒？我的一世清白呀！大小姐，是大小姐派我来的。去，把大小姐叫过来。是，快去啊！秦商，你混账东西，我就该让你在乡下自生自灭。不知我做了什么，让父亲动这么大的火气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求您救救我！您告诉老爷，是您指派我闯夫人房间的。父亲信了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父亲难道忘了，你昨夜罚我禁闭，我昨日可是连房门都未曾出过。说不定是早就已经找好的。你们就因为这个人的一句话，就给我栽一个这么大的罪孽。这与你无关，他为何偏偏指认你？还敢狡辩！得打死你这个畜生！这个家里想让我死的人多了。这就是你和为父说话的态度？父亲连审都不审，就认定这个人是受我的指使。您心里已经定了我的罪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那也是你出言不逊，大骂亲妹在先，整日惹是生非，为父焉能信你？妹妹受了委屈就是情有可原，我就是胡作非为，那您为何不问问我昨日是因何大闹侯府？老爷明鉴，平日里都是小侯爷非要缠着我们兰儿。平日少儿生气吃醋，打骂兰儿两句，出气也就算了。可是昨天他竟当众扒了兰儿的衣服，这简直是要了兰儿的命啊！你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竟如此歹毒，我先打死你这混账东西！
女儿为了家族名誉，差点命丧侯府，换来的却是父亲的处处疑虑。那便打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亲生的母亲疼爱，打死我，我也好去陪母亲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君上他为了撇干净自己，他当然什么都敢说。那你们敢跟我去荣亲王妃面前对质吗？怎么还有荣亲王妃的事儿？哎呀，老天爷呀！我辛辛苦苦为秦家多年，就因为是妾室身份，遭到小辈的折辱，在外还连累女儿被任意的踩踏辱骂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死了算了。够了！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成何体统！女儿也不想胡闹，可父亲不信我，我心里也委屈。你们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去。你说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，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是周姨娘，她指使我救过大小姐的清白，小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关进祠堂。还有，秦岚这个混账，给我重罚！没有我的命令，都不准放出来。娘，你快想想办法，让爹放我们出去啊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还不都怪你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娘，你又怪我，你不也是吗？怎么那个野男人会跑到你房间去？你就一点防备都没有？我也没想到那个秦商那么难对付。事到如今，只有秦老太太回来了。你是说祖母？可是她不是不管家务事吗？哼，别的事她可以不管，但是事关秦商，她一定会回来。当初若不是她助力，我也不能轻易扳倒林清音那个小贱人。这次是为父不好，可你脾气也太冲了。以后有什么事你跟我好好解释。女儿昨日夜里一回来就要挨板子关禁闭，想解释也要看得见父亲才行。昨日忙于公事，再说你也没真挨打不是？父亲的意思是，只有挨了打才算是真的委屈。为父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看你说话的态度。父亲想要女儿什么态度？今日若不是恰巧碰见世子，说不定我就要挨巴掌，跪在祠堂的也是我了。秋兰在家开枝散叶，辛苦多年，如今人我已经伐了，那你还想怎样？我的母亲也是为秦家操劳病倒的，父亲难道忘了吗？哎，好端端的提起你的母亲，我们夫妻多年，我怎能忘记她的辛苦和恩情啊？可女儿想母亲，女儿手里现在连一件母亲的遗物都没有，请父亲把母亲留下的嫁妆交给我。现在我已成年，可以亲自打理。你说什么？自古以来，女子嫁妆就为私产，母亲已经去世了，父亲又不愿意重新立当家主母，自然应该交给我保管，不对吗？可你刚归家不久，平日在乡下无人教导，还是晚些时候。父亲到底是不愿意，还是这嫁妆已被人私自挪用了？我堂堂国公府，怎会用女子的嫁妆做填补？你就非得现在要吗？父亲若是为难，女儿就只好给舅父写信，让舅父来主持公道了。这点小事何须惊动你舅父啊？你这孩子越发不懂事。父亲，女儿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他们周氏母女二人次次算计，想要取我的命。若不是为了家族名声，我早都告到府衙去了。谁家姐妹不拌嘴动气的？这点小事怎能惊动府衙？平白让人看笑。父亲刚刚还要气得杀人，现在就开始可怜周氏母女二人了。要不要现在把他们请过来，我当面下跪道歉？我知你受委屈了，可你说话不能这样尖酸刻薄。不就是嫁妆吗？我这就给你拿过来。上一世，周氏和秦岚就是仗着我母亲的嫁妆，才得了侯府亲眼。这次，我看你们手里除了秦岚的肚子，还能有什么筹码？立刻让人
把伤儿生母的嫁妆单子一应账目册子整理好，给秦商送过去。凭什么呀，老爷？不管是林氏还是秦商，那都是秦家人，嫁妆和钱财都应归钟馗一起管理，怎能给他？我一早便跟你说过，燕儿留下的嫁妆都是属于商儿的，何时让你归到钟馗了？现在刚退了婚，又不议亲，若非你们母女胡搅难缠，商儿又怎么会退亲？又怎么会和我心生嫌隙？一个两个的不让人省心，秦家的脸都让你们母女丢尽了，还未出嫁就大着个肚子，你们可真是好得很呐！我这都是为了秦家，老爷。现在那个武安侯势头正盛，我是怕秦商他一个乡下回来的，他拢不住小侯爷的心，这才把咱们兰儿生出去。可是老爷您竟然……你还以为你那龌龊心思藏得好？我念在你为这个家操劳，平日里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以后再闹得家宅不宁，你就给我滚回乡下的老家去！林氏、秦商，你们这两个贱人，我一定不会认输。想要嫁妆，那就等着带进棺材里吧。哼，大小姐，你可看好了，林氏的东西可都在这儿了，这点东西也惦记，小家子气！你个骚贱货！我母亲的姓氏岂是你能乱叫的？下次你这张狗嘴要是再乱咬人，我就亲自拔光你的牙！你等着！干得不错，继续努力。这些账目乱七八糟的不说，有些庄子连用人10度都不清晰，这样下去肯定要出事。那小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见招拆招，你先去准备吧。是。我不是。小爷我呢，长得玉树临风，阳光明媚的，被人惦记很正常，我都懂。谢妍斐，你能不能借我一支队伍啊？最好是查不到出处的人，这样应该就不会连累到你了吧？你要对我做什么呀？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过2天是相国寺祈福的日子，除此之外便没了。前世就是这个时候，盛宁远参与夺嫡之争，站队2皇子，拉拢谢妍斐不成后，心生怨恨，绑了私自出宫的安宁公主，嫁祸谢妍斐。谢妍斐，我后天要去庄子巡视，我一个人有点害怕，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去啊？既然你都求我了，那好吧。对，我求你，后天一早你一定要来。好啊。小姐，您让奴婢打听的事情有眉目了。夫人病重时，药都是在城中的永和堂开的，这药堂是老夫人娘家开的。老夫人？当初逼着老爷把您扔到乡下的也是她。山茶，我要知道当年为我母亲诊脉的都有哪些人，尤其是永和堂中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小姐放心，就算拼了奴婢这条命，也一定要帮您查出杀害夫人的凶手。夫人，一切准备好了，保证让秦商有去无回。哎，你不是要去庄子里吗？
怎么又想去相国寺了？我昨夜做了个梦，梦见去庄子路上被劫了，所以想去先上个香。世子，有情况。去看看。是。世子，是安宁公主。查。那我们即刻回城，把安宁公主安全送回宫吧。你好像对这件事完全不震惊。我就是太过震惊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有些事情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，不一定非要有几。走。总算把小公主安全送回了。世子，王妃有事找您。家母找我有事。你有事就去忙吧，我正好随便走走。这印记好眼熟，我到底在哪儿见过？小侯爷，人都准备好了吧？是否万无一失？小侯爷放心，是签了死契的死士，一定会咬死，是受谢妍斐指使。好，谢妍斐，既然你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都怪秦商那个贱货，让我身败名裂，在皇上面前失了圣心，我又怎么会用这种手段在二皇子面前表现呢？小侯爷放心，今日的事一成，二皇子还是会明白您的忠心。哼，一会儿做戏做全套，让安宁公主受点伤，这出戏才唱得更好。是。小侯爷，安宁公主不见了。什么？小侯爷，打听到了，是秦商把人救走的。你说秦商？啊，这事是我临时起意，消息不可能泄露这么快。去国公府。秦商，你有内力。有疯狗扑上来，我当然要反抗。下次你再动手动脚，我踢的就不是肚子。等等，蠢猪！你每次坏我好事，真以为一个谢妍斐能护得住你？尚宁远，你回去好好照照你这副丧家犬的样子。依我看呀，你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。你还是省点力气，回去好好跟你的主子卖卖惨吧。就你这点实力，以后做狗也不成。秦商，我杀了你！救命啊！我安侯府的小狗也拿剑杀人了！秦商，你个贱货，你不得好死！盛宁远，明明是你薄情寡义，与我定下婚约，又与我妹妹鬼混。我已经退出成全你们，结果你还一路追杀我，我的命好苦啊！秦大小姐，有人状告你杀人、欺压劳工，还请随我们走一趟。你确定是我？告状的是你庄子里的劳工，说你长期欺压，克扣粮食，已经饿死了不少人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大小姐被人抓走了。你说谁被抓走了？是大小姐，有人告她杀人，还不止一个。现在人已经被金兆尹的人带走了。夫人，好消息，您马上就要回去了。
秦商犯了杀人罪，被抓走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啊？谁杀了谁？我也就听到这么一句。没关系，咱们朝律法森严，这罪名一旦定了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夫人。老爷，您着急也没用，人就是从咱们家门口被抓走的。您与其着急，不如想想咱们兰儿。兰儿的肚子现在可一点都拖不得了，一个个的都不省心。后府若是要他，早就把他迎进府中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所以才想让老爷拿个主意嘛，不然兰儿这辈子可就毁了。你往日一口一个姐妹的，如今都不管用了。这般丢人的事，我想不出办法。侯府若是不要，就让他落胎出家，当姑子去。娘，你放心，你祖母收到信，也就这2天的事，她一定会来帮我们的。咱们再等等。老夫人，府上送来的急信。这个周秋云越来越回去了，连个小丫头都斗不过。不过老身离开家也有段时间了，也该回去看看了。传圣，国公府嫡长女秦商以身犯险，亲救公主有功，特封永宁县主。不服？接着给我打！住手！秦商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给我等着！他们快走！疼不疼？忘了我怎么教你的。小姐，你是逃狱回来的，这可是大不赦之罪，是要被砍头的。先不说这个，马上收拾好行装跟我走，路上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大小姐，老爷让您立刻去一趟。私自逃狱，你这混账东西！你想害死我们全家不成？父亲，女儿没有逃狱，只是刚好有事需要外出一趟，一切都会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的。拿着包袱就要离家，还说不出所以然来，你还敢跟我说不是逃狱？孽障！为父今天就打死，以正视听。这次你又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就算是死，也该有个明目张胆吧？你还敢顶嘴？外面都传遍了，你杀人越货，把我们秦家脸都丢尽了，还好意思问我啊？名不正听！我没有杀人，没有，外面都传得沸沸扬扬，京兆尹的人亲自来押解的你，事实俱在，你还敢否认？我没有杀人。父亲若真是有心，只要去京兆尹上问上一问，便知全情。如若我真有罪，为什么他们还会放我回来？你只信外人，算什么父亲？你冥顽不灵，地庄长辈，我怎么生出你这种畜生来？我倒想问，我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？母亲要是泉下有知，知道你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必定会悔恨终生。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逆女！这畜生私自逃狱，本官已重罚。你们来的正好，人带回去，杖杀还是斩处，跟我国公府再无干系。父亲当真如此绝情？不孝孽障，死不足惜。圣旨到，秦商速来接旨。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国公府嫡长女秦商以身犯险，亲救公主有功，特封永宁县主，赐10亿300户，另赏赐黄金100两、东珠1盒、绫罗10匹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县主，请起吧。国公爷，这县主怎么浑身是伤啊？你们方才是在……小误会，小误会。是小误会就好。县主刚刚救了公主，咱家刚出宫的时候，皇后娘娘让咱家捎个话，让县主过几日进宫说话。要是到时候一身伤的进宫，吓着了娘娘和小主子，怕是这国公府担不起这个责任吧？下官不敢，一定给小女治好伤，不会冲撞了娘娘和小公主的。国公爷心里有数就好，那咱家就先走了。公公慢走。国公爷误会了，卑职奉命前来是要捉拿您的妾室周秋云身边的孙妈妈。小兄弟，可是记错了名字啊！对，一定是记错人了。你们不是要找秦商吗？我们大人已查清，这庄子秦大小姐刚收手，原先是周氏打理，所以原告以重换状纸状告周氏，欺辱劳工致死。现在父亲可相信我是清白的了？你草菅人命，祸害我秦家名声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带走。夫人，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死不了。国公爷在朝堂上向来胆小怕事，随风飘摇，毫无正见可言。但没想到回到家里，还挺会作威作福的呀。这是下官的家事。我对你的家事毫无兴趣，只是前几日刚与县主救完安宁公主，又听闻她被诬告，没想到回到家就挨了打了。国公爷，你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这都是听外面说的，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吗？家母惦念县主，邀请县主去府上做客几日，告辞了。老爷救命！这是什么都没做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其实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老爷，你相信我。有劳两位小兄弟带回去，好好用刑审问。不，老爷，您不能这样。是孙妈妈，林氏的庄子我接手后，一直是孙妈妈打理的，一定是她疏忽了。让你们主仆狼狈为奸，谁也别想摘干净，一起带走。别动，不用拘礼啊。放心吧，我和母亲都不在意这些的。倒是你，感觉可好些了？好些了，多谢荣亲王妃，多谢世子。这秦明义下手未免也太狠了，好歹是亲生女儿，好好一个姑娘家，就差点打在脸上。这若是毁了容貌，天底下哪有这样当爹的？臣女早已习惯了。你呀，就安心在府邸养着啊。你呀，就安心在府上住下，等养好身体再说。至于庄子上的事情，我已找人去处理了。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小爷我有嘴会问啊，你不就是怕那些告状的劳工等他们回来之后被报复吗？所以才着急去处理的，难道不是吗？连你都看出来有隐情，我亲生父亲却不信我。我跟他们可不一样。老爷，查清楚了，大小姐所有流言是周氏身边的那个孙妈妈传出去的。哎呀，这毒妇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！周氏还在账本上故意留下了蹊跷之处，想让大小姐前去田庄查看。他们还买通了凶手，想在半路上劫杀大小姐。幸亏大小姐没有前去。也就是说，沙儿从始至终说的都是实话，我没有相信的。老爷，您都是被周氏所蒙蔽，您好好跟大小姐说，她肯定会体谅你的嘛。老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去王府接沙儿回来。孙妈妈，这些年我待你如何？夫人，这么大的罪名，我一人如何能扛下来？我家里还有孙子儿女。这件事我们无处可辩了。如果能找到旁人顶替，我也不会把你舍出去啊。不成啊，夫人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可想。孙妈妈，刚刚你也说了，你家中还有子嗣，如果我出去的话，他们还有一线生机可活。若不然，他们的下场不会比你好。商儿，你的伤……多谢父亲慈悲。哎呀，为父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周氏的过错。如今他也被带走审问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把他的管家权交出来。你的祖母也快回来了，家里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商儿，跟我回府吧，你是秦家的女儿，有长辈在，一直住在王府，始终不成体统。这传出去，父亲到底是自己真的觉得错了才会接我，还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？父亲一进来就一直自说自话，一直都没有关心过我的伤势。你在乎的只是秦家的颜面，还有别人对你的看法。你爱的不是女儿，只是你自己吧。我心疼的是你这个女儿啊！况且我也承诺要严惩周氏，连他的管家权都交出去了，这诚意还不够吗？我是不会回国公府的。你，父亲要是没什么事，父亲请回吧。老爷，你怎么？我回来了，老爷不开心吗？事情都查清楚了，都是那个孙氏鬼迷心窍，竟犯下这种大错。妾室以后一定更加细心管教下人。既然回来了，以后就安生些。母亲也要回府了，若不是怕母亲生气，我非得立刻把你丢出府去。母亲，你回来了。祖母。怎么不见商儿？听闻他被封了县主，怎么连我这个祖母都不配让他出来迎接了？母亲，商儿现在荣亲王妃府小住，他父母长辈俱在，与荣亲王府又非亲非故，为何要跑去荣亲王府？
传出去像什么话？祖母，兰儿也这样觉得，可是姐姐铁了心非要不回来。唉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好惹她生气了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她一个乡下长大的丫头，能懂什么是规矩？去派人把她给叫回来。是。若我这个祖母的话也不愿意听，那以后就别说是我们秦家的姑娘。母亲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您再不回来，妾身就要被秦商那贱人给压死了！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连个未出阁的小丫头都斗不过。母亲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那个秦商可狡猾了。他不仅退了和武安侯府的亲，还让我们两家丢尽了脸面。现在武安侯府迁怒我们家，不让兰儿进门了。可是兰儿的肚子……明日我会亲自去武安侯府一趟，我的面子盛家会顾及一二的。至于那个秦商，等他回府后，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谢谢母亲，我们母女就靠母亲做主了。小姐，那个伤怎么样了？山茶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老夫人今日一早回府，老爷让我来接您回去侍奉老夫人。我怎么把老夫人的事给忘了？我知道了，晚些日子我会回去。这个药太苦了，能不能一会儿再喝？不行，良药苦口。不过呢，可以给你吃口糖。谢谢你啊，谢妍妃。这些天你都说了多少遍谢谢了，你没有说你我都快听腻了。其实呢，你可以在我这府上多待几天，你放心，没人会说你闲话的。我不是怕有人说闲话，而是这几日祖母在府内，如果我作为孙女不回府侍从的话，怕遭人诟病的。那好吧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那就谢谢妍妃哥哥了。这药对治疗外伤十分有效。拿去用吧。好。进去吧。这该死的贱人，居然还跟世子爷牵扯不清，让世子爷亲自送他回家不说，还把他接去魁王府。孙女拜见祖母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孙女不知祖母今日到家，未能亲自迎接，是孙女的不是。罢了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既然回来了，老身正好有件事要跟你商议一下。不知祖母有何事？老身路过青州的时候，遇到一个人，此人姓陈，说是与你青梅竹马，已经私定了终身。老身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又怕他出去乱说，坏了你的名声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把他带进来。老夫人，人已带到。商儿，陈青书，小商儿，小商儿，本公子好好疼一疼你。陈公子喝多了，还是快些回家吧。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本公子今天还就要尝尝这千金大小姐的滋味。这老钱婆竟然把陈青书带来了。
上辈子没有这一出，看来这辈子我不再被他们控制了，把这老钱婆逼急了。看来你们俩还真认识。既然这样，就留在府里住下，商量一下成亲之事。姐姐，你执意要与宁远哥哥退婚，原来是跟这位陈公子私定终身了呀。祖母，我自幼在青州乡下长大，认识几个青州人再正常不过。但他所说的婚约之事，我毫不知情。他对你的事知道甚多，难道还会有假？若是个人都说与我私定终身，您都信，那岂不是要被分成好几半才够分？不知祖母如此帮着外人败坏我的名声，是何用意？怎么跟你祖母说话的？是啊，商儿，祖母是你的长辈，你可不能再像之前对我那般大呼小叫，没有规矩。我有说错吗？我虽然在乡下长大，但不像有些人不知廉耻，更别说与人私定终身。你给我闭嘴！祖母面前说话还敢毫无遮拦，你的教养呢？姐姐，你平时这样对我与母亲也就罢了，怎么在祖母面前还这般无礼呢？此人我根本不熟，这门婚事我不认同。啊！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老身是为她着想，什么态度这是？母亲别生气，儿子回去好好教训他。唉，儿女都是债呀。小姐，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真的认下这门亲事吧？小姐，我是轻易受委屈的人吗？小姐有办法了。住手！还不快滚！你是秦大小姐？你认识我？我是青州陈家的儿媳，我们曾是邻居，我曾远远看过您几次。听说陈家家境不错，你既是陈家人，怎么会被这些人？我曾是陈家的童养媳，后来陈家没落，陈青书为了钱，便将我卖到这烟花之地。这些人便是……你立刻找人去青州，帮我秘密查个人，一旦查到，马上帮我带回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希望这一次一切都来得及。祖母，怎么样了？盛家那边怎么说？武安侯夫人开出条件，只要毁掉秦商的名声，帮他一报当日在王妃面前的仇，就与你进门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侯夫人当时只是气话，不会真的不要我的。母亲，秦商那个小贱人现在可不好对付，你一定要多加谨慎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吩咐好了。哎呦，老夫人，您吩咐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明日保准全京城都知道大小姐和陈书生的事儿。陈青书不会出什么纰漏吧？哎呦，您就放心吧，陈家就是个破落户，能和国公府的狄小姐结亲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说了，会配合老夫人您的计划。当年林清音仗着自己是将军府独女的身份，不把老身这个婆母放在眼里，身份尊贵又如何？还不是个短命鬼。生了个小畜生，让我扔到乡下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到现在还不是要受我的搓磨？恭喜老夫人，终于可以出了前几年的恶气。还是母亲有主意，这私情的事儿一传出去啊，不仅能毁了秦商的名声，还能逼得她只能嫁给那个陈青书，一箭双雕。这样一来，我看他还有什么底气，那么嚣张。秦商那个小贱人，跟他那亲娘一样，一身的反骨。不过当年老身能拿捏住他娘，现在就一样能拿捏住他。我倒要看看他秦商的骨头有没有他娘的骨头硬。哼。
老夫人，事情办得如何？很顺利。现在全市井的人都在议论大小姐和陈情书的私情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效果比之前预想的还好呢。利用这些百姓爱凑热闹的本性，给他们一点火星，他们就会燃起熊熊大火。去，告诉陈青书，让他再添一把火。是。哟，姐姐，真是巧啊！你也是刚从外面回来吗？妹妹刚才在外面听见一些传闻，说姐姐在老家乡下的时候就与那位陈青书有染，不知姐姐是否听到过呀？秦岚，你一直主动找上门来，不会是教训没吃够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是青天白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府中还有祖母坐镇，你不会还敢动手吧？就你这点胆量，还一直在我面前嘚瑟，让开！姐姐，你现在的名声已经差成这样了，你得意不了几天了。你不会还做着攀上世子爷的美梦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贾清高跟侯府退了亲，转眼间就做着攀上世子爷的美梦。你以为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还被退了婚？你呸！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嘿，给谢妍斐匿名写几封信，把秦商的坏名声都给我写上去。我就不信，谢妍斐收到这些信以后，还会对他另眼相待。谢妍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最近京中流言四起，我已经找人去处理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喝酒了？喝酒伤身呐！这天下悠悠众口，岂是这么豪赌的？他们都不在意真相。但是还要谢谢你，帮了我这么多。女子名节重要，你不能不在意。我知道了。你看着好眼熟啊。小爷我才走几年，你就不认得了？小爷，你是谢妍斐？还记得。唉，算你识相。谢妍斐，你为什么不回来看我？是不是连你也把我忘了？当然不是。只是我父亲这几年为照顾皇上病重，家里的担子需要我一个人撑起来，一直都没有时间，现在有空便来了。女子名节重要，你再等等，等你几季后，我就回来娶你。谢妍斐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啊，我没有啊。你干嘛躲我呀？你是不是讨厌我？当然不是。你骗人！你肯定是讨厌我，
你大好年华因我受病最后惨死，你怎么可能不讨厌我？连我都厌弃这般纯如主的自己。你这小丫头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好好的。谢飞，你不能死，这一世我们都好好活着，我会保护好你。好，你护着我。等我找到玉娘，处理完家中的事，再和你。哎，你刚才说玉娘是谁？哎，你刚才说的玉娘是谁啊？我帮你找。玉娘，陈情书的玉娘，证明清白。好，人我一定帮你找到。如今你的心里是否也有我几分了？母亲，儿子有一件事，还希望您同意。何事这么急？儿子想娶妻。我还道是什么事？是秦家那姑娘。母亲怎么知道的？你那点心思，谁还瞧不出来？我曾经因为怯懦而痛失所爱，如今幡然醒悟，我想求娶秦商为妻，此生只对她好。好，母亲会为你准备好一切。你让我找的人已经找到了，他就在里面。恩公，我不是你恩公，真正救你出苦海的人是他，你要感谢他才是。你是之前住在青州隔壁的秦家姑娘？所以那晚并非我在做梦，你真的去过？咱俩的事儿等会儿再说，你们俩先办正事儿。你就是陈情书的童养媳，玉娘。如今我已被卖为贱籍，若不是秦家姑娘救赎，我恐怕一辈子都是个低贱的妓子。玉娘没齿难忘，还是晚了一步。玉娘，你也是个可怜之人。我把你赎出来，是不忍看你流落烟花之地。玉娘明白，来的路上，这位公子的人已经跟我说过了。陈情书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为了攀附权贵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所以你知道陈情书是何时与秦家有牵连的？半个多月之前，一位老夫人登门，她与陈家人密谈了许久。在她走后，我无意间听到了陈情书和她爹娘的对话。那老夫人想把孙女儿嫁给陈家，陈家为了攀这门亲，就必须废除，就把我发卖了。那此次我找你的目的，想必你也知道了。陈家弃我，并非姑娘之意，但姑娘确实救了我。秦姑娘需要我做什么，我断无二言。那你现在先在此住下吧，等我消息。那陈情书在京都居然有个养媳，之前从未出来走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谢妍飞，你相信轮回吗？之前你就怀疑我，那时候我突然要换路，又恰巧碰上安宁公主被劫。人都有秘密，之前我跟你说过，如果你不愿意说，我就不会多问。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我经历过一次。前段时间，
我好像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与圣宁远成婚之后，助他立下赫赫功劳，可从始至终他都是在利用我，只是为了救父的兵权，害得我和林家都惨死。这都只是一场梦而已。虽然你曾次次提醒我，但我心中还是惦念他的相救之情，与你心生嫌隙，最后才发现救我的人根本就不是他。后来你为了救我，也被他们害死。这都只是一场梦而已。这场梦太真实，与其说是梦，不如说是轮回，或者说是上天对我的警示。你相信我所说的这一切吗？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理解，但是我相信你。你次次都很相信我，可是我却因为身份自卑，每次都与你心生嫌隙，伤透了你的心。所以，在梦中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并非梦中，今生也是。怎么回事？世子，是那个姓陈的。这就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啊！哎呀，诸位兄弟啊，你们为我评评理。我与那商儿本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谁料他现在竟然一边吊着我，一边又回京与那武安侯府定了亲。他这不是嫌贫爱富，攀附权贵是什么？没想到啊，这沈大小姐竟是这种人，也太不自爱了吧！这不是女版陈世美吗？陈兄，你可一定要去那国公府讨个说法呀！我们呐都支持你。我现在啊，只求商儿能浪子回头，我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。之前的事儿我也认了，谁让他已经偷走了我的心呢？周兄，谁啊？谁安走我？颠倒是非，心肠歹毒，我定要拔了他的舌头！仙妃，这种人只不过是跳梁小丑，若不是留着他还有用处，多给他一个眼神都是浪费时间。都在啊！你还敢出门乱跑？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关于你和那个陈情书的流言蜚语。事到如今，也只……父亲，外面传的都是假的，连你也不信我。商儿，这次事关整个国公府的名节，你不能再任性了。真有私情，就尽快成婚，也好早消了外面的流言。是啊，姐姐，就算我说没有，你们会信吗？不管有没有，现在外面传成那样子了，你的名声彻底被毁了。即使现在要挽回国公府的名誉，这亲事必须得办。祖母可真是疼我啊！我堂堂国公府嫡小姐，陛下亲封的永安县主，您竟然要逼我嫁给一个心术不正之人！你以为老身愿意跟那个破落户结亲，还不都是你惹的祸吗？老身这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全家。老身知道你恨我，把你扔到了乡下，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？这2日，我们全家为了你的事，愁的都睡不着觉，你忍心吗？你祖母说的对，我们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。父亲，祖母，你们当真是为了我好？那是当然。只要你们成了亲，那流言就不攻自破了。我瞧着，那陈书生对你痴情一片，会对你好的。你们当真都觉得陈书生是个值得嫁的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嫁吧。这就对了，你总算听话一回。
小姐，您真打算嫁给陈情书啊？当然是假的啊！我母亲的事还没查清，这老钱婆我留着还有用。再说了，她这么算计我若不回敬她一二，又怎么对得起她给我安的这一身罪名？那小姐打算如何？还是小姐厉害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哼，老钱婆，你的招儿已经出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恭喜恭喜啦！好，同喜，还是秦老夫人想得开，舍得将嫡孙女嫁给一个小门小户。都是儿女惹的债呀。所幸我看那陈青书为人还算厚道，还挺不错的。听说还是个秀才，虽然出身差了点儿，但说不准明年就会中了榜，一举成为朝廷新贵呢。新人到。林青音，你看着吧，看看你的女儿是如何被我踩进泥里的。姑爷别急，还没行成婚仪式呢。对，先行仪式。等拜完堂入了洞房，还不是随我处置？任你再清高，还不是要躺在我身下？而你娘留下的那些嫁妆，也是我陈家的。玉娘，怎么是你？陈鸾看到我很吃惊吗？也是，毕竟为了不影响你高攀，我早已被你变卖，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今日是我大婚之日，你不要再次胡言。陈公子，你不为大家解释解释吗？我不认识他。上海，成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随便找个女子来代替？难道你又在欺骗着我？商儿，你平时行为乖张也就罢了，大婚之日，怎么敢做如此的事情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女人给我拉出去！祖母着什么急呀？她到底是谁？我是不是乱来？不如听她把话讲完。诸位说呢？小女子名唤玉娘，年幼时家贫，被爹娘卖给陈家当童养媳。这是当年签下的契书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待我和她长大成人之后，就会结为夫妻的。假的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陈郎，这上面有陈家族长的印章，我如何作假？陈郎为了攀附国公府这门亲事，当真如此绝情？原来陈青书在老家早有婚约，那他现在表现出一副被辜负的模样，到处说秦大姑娘负心，谁知道呢？再看看吧，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就算我与你曾有婚约，那也是过去的事了。国公府岂是你能来的地方？你希望再次纠缠？陈郎，这10数年来，我一直坚守自己的本分，对你关怀备至，对你父母孝顺有加，任劳任怨。你想攀高枝，我不反对，我们好聚好散就是了。可你竟把我卖进青楼，他既无情，我亦无义。秦姑娘，他是不是拿着一条手帕，上面写了你的闺名，说是你送给他的定情信物？那方手帕不是我送给他的，我对此完全没有印象。你当然不知情，那是你无意间遗落的，他只是捡了回去，被我看见了。什么？那个定情信物竟然是捡的？在青州的时候，秦姑娘就住在陈家附近，但秦姑娘是贵族之女，极少出门，与陈家的往来只是差遣奴役，怎有机会私定终身呢？玉娘所言极是，我与陈公子确实不熟，此事只需找街坊一问便知。他一人之言，岂能全信？祖母莫急呀，话还没说完呢。
这位老夫人，半个多月前你去过陈家一趟，至于聊了什么内容，需要小女子向在场的宾客一一说明吗？你这女子真是血口喷人！老身什么时候去过陈府？夫人，小女子既然敢这样说，自然是有证据。老夫人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秦老夫人和陈郎的契书。陈家世代经商，可陈青书不善经营，家产变卖，所剩无几。秦老夫人便开出条件，只要陈郎能坏了秦大姑娘的名声，就将秦大姑娘生母留下的嫁妆，随秦大姑娘一起陪嫁到陈家去。玉娘，你怎么会有契书？我与你相处10余年，你喜欢将贵重的东西藏在哪儿，我自然比你还清楚。你和秦老夫人果然是一丘之貉，一个为了攀高枝变卖糟糠妻，一个为了糟践孙女不惜一切代价让她嫁给这种人渣。你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这妖言惑众的女子给我拉出去，狠狠地打！哟，这么热闹。本世子负责京中安全，近期京中谣言四起，这一查就查到了国公府头上，还请秦老夫人好好解释解释。老夫人，小的们是按照您的吩咐办事的，救救我们啊！老夫人要打人！怎么了？秦姑娘，还需要玉娘做些什么？玉娘，今日多谢你为我成亲，今后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我会为你准备一份盘缠，不管你是想在京城安居，还是想回老家安顿，都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。多谢秦姑娘，那玉娘先告辞了。谢谢你啊，今天又帮了我一次。小事一桩嘛。今日将计就计，揭开了老夫人的真面目。这段时间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，我也可以稍稍缓缓。小姐，老爷让您去老夫人房里，老夫人刚刚受了刺激，似乎变得很严重。知道了，那我先过去看看情况。哎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你盯紧这里，我进宫一趟。是。父亲叫我来是为何事？大夫诊断，你祖母是中风之症，没准儿以后只能卧床了。中风？真是老天有眼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她是你亲祖母，你有没有点孝道之心？父亲要是只为此事，那我可不奉陪了。等等，把你祖母气得中风，从今以后哪儿都不能去，就在床前伺候尽孝。父亲当真是不知道方才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老钱婆她为了糟蹋我，与陈青书里应外合，在京城四处散播谣言，逼得我只能下嫁。她这样对我，你还想让我为她事急？你做梦呢！大逆不道！你祖母她是被人蒙骗，也别说你最终没有嫁给陈青书，就算是嫁了，这也算是你的命。那您可真是个大孝子。这棋啊，谁爱是谁是，反正我不是。哼，你照顾我。母亲放心，儿子回头好好教训生儿，让他回来市集。您就放宽心，好好养身子啊。你害得老身颜面尽失，还中了风。老身就算是死，也要先拉你给老身垫背。娘，这祖母也太不中用了吧！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
还把自己给气中风了。哎呀，那我的婚事该怎么办呀？事到如今，咱们只能退一步了。娘的意思是，现在看来，正妻你是做不成了。可你这肚子却越来越大，只能先委屈你一下，以妾位进门。反正盛宁远现在也没正妻，等你生下孩子站稳脚跟，再笼络住盛家人，到时候正妻之位还是你的。可是，就算是我愿意，那侯府能答应吗？你怀着他们家的长孙，就算为了这个孩子，他们家也会答应的。好吧，那就当为了这个小孩，我也只能暂时委屈一下自己了。老爷，妾身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。何事？兰儿肚子遮不住了，她毕竟是您的亲生骨肉，您总不忍心真让她去当姑子吧？发生这么多事，你以为武安侯府还能让她进门做正妻不成？哼，我可没这个脸去说。兰儿说了，为了家族名声，当妾她也愿意。她愿意当妾？愿意的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再去盛家说一说，这2天就用一台小轿从侧门抬进去了事。谢谢老爷。对了，老爷，母亲这突然病得这般严重，床前总要有个后人在床前服侍。可商儿那边，妾身不敢去和他提。你不用管，我亲自去和他说。小姐，奴婢打听了这些日子，终于给我找到当初为夫人开方的大夫了，带我去。知道我为什么帮你来吗？我没有什么耐心，只听实话。姑娘饶命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再没听到我满意，下次扎的可就不是这儿了。我都说，少公母秦老夫人，她说林氏不孝，对她动辄打骂，原本就是想下点毒，让她大病一场，尝尝教训。可她却瞒着我，私自加重剂量，真的不知道会死人啊！你是大夫，任何毒进入身体都会有损伤，你告诉我你不知道会死人？都是我鬼迷心窍，可下毒的是我姑母，如今她也无床不起，算是得了应有的报应了吧？你们2个人的贱命加起来都抵不上我母亲的一根手指头，就算是把你们千刀万剐，也抵消不了我母亲的半点伤痛。我要你一字一句给我写清楚，自己去金兆尹自首，把这件事公示天下。好，我去。哎呦，大小姐终于肯回来了，那就先去煎药吧。老夫人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明白了。老夫人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毒放进去了，您呢就瞧好吧。药煎好了，来，给老夫人喂药吧。你轻点儿，老夫人身体现在非常虚弱，经不起粗鲁的动作。不是你让我喂的，我喂了，你敢喝吗？你现在是尽孝道的时候，这药啊，你不喂也得喂。孝道，好一个孝道！这碗里3倍的药量，祖母喝完之后能挺过几个时辰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！哎呦喂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怎么
杀了老夫人呐！大小姐要杀老夫人！大胆孽障，让你来照顾，你竟敢毒害你祖母！这骂的我都听腻了，无凭无据，你们凭什么说我要毒害这老东西？你竟敢这般称呼你祖母，我打死你个孽障！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凭什么不能这么称呼她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母亲，你祖母宽厚仁慈，怎么会杀害你母亲？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你的好母亲因为你和妻子太过恩爱，所以下毒残害她，这就是证据。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很快金兆尹的人会亲自来跟你解释。这，母亲，国公爷，老夫人含辛茹苦，一个人把你拉扯成人，你怎么能怀疑老夫人呢？老夫人晕倒了，快救救老夫人呐！哎呀，母亲，快找人来！吓人呐！母亲，母亲！姐姐，今天起我便要嫁入盛家了，你不会很生气吧？连身正经婚服都没资格穿，蠢货！姐姐放心好了，只要我生下盛家长孙，这正妻之位早晚是我的。到时候我就是尊贵的侯夫人。等宁远哥哥袭爵之后，我便是侯爵娘子，这怕是你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吧？哼！世子，先前小公主被绑一事全部查清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都是想让盛宁远，随时可以实施抓捕行动。好，明日早朝我会奏报此事。是。国公府那边怎么样了？秦大小姐查清了生母身死的真相，与那老毒妇在院子里闹了一出，现在心情应该很不好。走，去国公府。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毒杀国公夫人一事，有人自首，你是帮凶。我不是，跟我无关，不是我做的，是他干的。怎么回事？真是他，不是我做的。母亲，你不是说这不是真的吗？官爷，我们纵然有罪，大小姐下毒害老夫人的事儿，你们也得管。世子，秦家出事了。你带着圣旨去武安侯府抓人，我去秦家一趟。是。这案件牵扯不清，只能请大人亲自来了。永安县主，你祖母犯下的事，本官会严查，但他反状告你对他投毒，我也须得查问清楚，这事你可认？我没有投毒，这是污蔑。大人，在秦大小姐的衣柜里发现了一包断肠粉，此为慢性毒药，与秦老夫人药渣里的毒性是一致的。永安县主，证据当前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都说了，我没有做过。大小姐，我亲眼看到的事，岂容你狡辩？连自己的亲祖母都下得了毒手。我看你真是罔顾人伦，你应该天打雷劈！王嬷嬷，若真是我下毒，我为何要留下这祸根任人去抓？既然做了，我为何不投一个剧毒，
要选这种费心费力的慢性毒药呢？两个老东西，算计不成想硬栽在我身上，没门儿！你竟敢强词夺理！我看是你欲加之罪吧。安静！既然你们各执一词，那永安县主只能委屈你走一趟京兆尹了。世子爷，您这是……武安侯世子宁胜远谋害皇嗣，我奉陛下之命捉拿相关人等。国公府上下全都有嫌疑，即刻归我收缴。谋害皇嗣，这绝不可能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国公府到底有没有参与此事，需要等我查清之后再议。冯大人，谋害皇嗣一案兹事体大，你应该不会为难我。自然是以皇嗣的案件为主。那秦家投毒案呢？一众人等自是应当配合世子调查。好，冯大人慢走。永安县主此前救小公主有功，可免除嫌疑。其余人等一并带走。是。国公爷得罪了。下毒是怎么回事？老夫人的芥末罢了。这次是我的疏忽，没想到她兵行险招，不惜毒害自己来陷害我。这一次，我会以秦家涉嫌皇嗣谋杀案为由扣留他们几天。这段时间内，你可以查找证据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那秦家上上下下的人都被你扣留了，唯独留下我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他们会不会弹劾你？不会。秦家本来就和这次的皇嗣谋杀案没有关系，我扣留他们，只不过是走个流程罢了。再说了，你是皇上亲封的永安县主，自是可以排除嫌疑。每次你都为我考虑得很周到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担心。其实，我也不是一无所求。商商，我之前跟你说的话，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吗？不用，我愿意。你刚才说愿意什么？你忘了我小时候跟你表明过心意的。小丫头，哥哥，听他们说你过2日就要回京了，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，家中有事必须回去。那哥哥还会再回来吗？得听家中的安排。哥哥说的也是，哥哥是世子，以后要接掌王府，要建功立业，娶一个很漂亮的娘子。话本上不都是这么说的吗？你一个小丫头，懂什么嫁啊娶的？以后少看那些话本子。那我长大以后嫁给你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儿时的戏言真的有效吗？那不是戏言，我从小到大最敬佩、最仰慕、最喜欢的人，只有你啊！要等办完了这件事儿，我找陛下去赐婚。好呀，那断肠粉就是从这儿搜出来的。是，小姐的衣柜向来只有奴婢一人能接触，但奴婢发誓绝不是奴婢放的。我自然是不会怀疑你。重生后，我将约你伺候的下人都换了一遍。如果前世的记忆没有错漏的话，他们安插进来的人，应该全部都清理掉了才对。小姐，要不要把其他人都叫来一一审问？胆敢背叛主子，
严刑拷问之下，奴婢就不信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不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另一件事。另一件事？钓鱼。这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府中还有大小姐在，你们敢偷奸耍滑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山茶姐姐，那日阵仗那么大，不弄清楚，咱们心中都没底。可有人听到是什么谋反，山茶姐姐不会没人知道吧？掉脑袋的嘴，你们少打听。反正就记住，大小姐还在，会护住你们的。那么大的罪，大小姐如何能护？大小姐有贵人护着，保几个人的命自然不成问题。前提是得听话。大小姐，国公爷他们到底何时回来？世子说了，查问清楚之后，若与他们无关。大小姐，您还是多费费心。国公爷毕竟是您父亲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小姐，鱼儿上钩了。你做得好。这件事情你去投宫。大小姐，老奴有要事相告。你不是老夫人跟前的？是，老奴是来帮助大小姐的。老奴手中有事关您清白的证据。升堂。因本案涉及吾皇亲封永宁县主名誉，本官特此密审。下官见过世子爷。本世子只是来旁听，冯大人该怎么审就怎么审。是。永宁县主，你祖母秦老夫人状告你投毒谋害于他，本官也在你房中搜出了毒药，你可认罪？大人。我并没有对秦老夫人投毒，至于她为什么会中毒，这一切都是她自导自演，为了彻底毁了我的名声。逆女，你非但不认罪，反而还想诬陷你祖母，你这是大不孝！父亲急什么？我既然敢这么说，自然是有证据的。传我的证人。无事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如实说来。老爷，几天前老夫人给了我一锭银子，要我帮她买一种药回来。老爷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五妈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大人，现在老夫人中风说不出话，不如传她的贴身嬷嬷来对质。准。大人，王嬷嬷，方才无事已经全招了，你可认罪？老奴，现在认罪，或许还可争取宽大处理，否则罪加一等。老奴有错，老奴认罪，求大人网开一面啊！大人，谢大人明察。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接着审他们谋害我母亲一事了？秦氏毒害儿媳，周氏为帮凶，证据确凿。现判秦氏、周氏各40大板，于3日后处斩。父亲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可那是你亲祖母啊！父亲难道对冯大人的判决有什么异议吗？国公爷，你是觉得本官判的不对吗？我，如果你心里不舒服，可以跟我说出来吗？没有，早就过了难过的时候了。如今我只觉得痛快。如果你母亲泉下有知，她一定也会以你为傲，会很开心。这一仗你打得很漂亮，多亏了有你帮我。对了，你那个案子如何了？审判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陛下亲自定的罪，
怎么判的？武安侯夫妇未参与此案，只判了个教子不严，被充公了部分财产。盛宁远被判了流放，秦岚身为妾室，也要随之上路。怎么了？他有问题。孽障，你给我跪下！父亲这又是发的什么脾气？家丑不可外扬，你却偏要闹得人尽皆知。你这是要彻底毁了这个家才甘心是不是？反正在父亲心里，任何人和事都比我的性命重要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他再怎么说也是你祖母啊，你怎么能要了他的命啊？若不反抗，我的性命早就没了。妾室父亲也会为我如此气愤吗？你这是大不孝！父亲既然如此看不上我，那我就带着我母亲的嫁妆出府单过，免得你心烦。站住！为父还没答应，你不准走。国公爷这是要做什么？世子爷，我这家事，就算您身为世子，也管不了这么宽吧？你自己看。赐婚，商儿以后就是我府上的人了，你说我能不能管？秦家为他取名为商，却从未真心善待过他一天。你们不疼他，我疼他。快点啊，送那个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们？世子恕罪，两个犯人不懂事，惊扰了世子的亲事，是属下失职，还不赶紧走？走走走走！之前你让我查的人，我已经查到了，是盛宁远的人。那你……我无事，人我已经处理了，顺便还查了他身边的人，留下的都是可靠的。怎么了？盛宁远和秦岚惨死在山匪刀下。这样，他们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才对得起他们造下的孽吧。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，你梦见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了。